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8号起赴俄举行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期间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透露，普京当天将在圣彼得堡与王毅会晤。当地时间19号，王毅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共同主持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双方围绕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加强了协调，增进了互信。王毅表示，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作为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俄政治互信的深度和战略协作的广度。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进一步释放机制效能，为维护两国国家安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你刚才重申，俄罗斯将在涉及到中国的所有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包括台湾、新疆、香港、西藏等，那么坚定不移地支持中方的正当的主张。我们再次表示赞赏和感谢，这是我们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帕特鲁舍夫表示，面对国际安全形势快速变化和冲突平衡挑战，俄中不受外部影响和干扰，坚持独立自主，加强战略协作，展现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独特价值。俄方高度赞赏并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大全球倡议，愿共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和发展。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肩负有特殊的重要的使命的，所以加强那个战略性的协商协作，这个是中俄关系的一个成熟发展的一个标志。俄罗斯十分重视王毅此访，在中俄战略安全磋商前一天，王毅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观点报援引俄外交部的说法报道称，两人的会谈是在俄中对话传统的信任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则关注到，在会谈中，王毅向拉夫罗夫通报了他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马耳他的会谈情况。拉夫罗夫则通报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情况。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外交事务教研室代理主任兼特命全权大使基里尔·巴尔斯基分析认为，俄中外长就金正恩访俄及中方与沙利文的会谈交换信息，是俄中关系的一个特征要素，说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对话相当坦诚。中方的做法也为其他国家如何与俄罗斯开展关系和发展合作树立了榜样。那当然就是一种高度的这个战略互信。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协商从来不会说以牺牲或者算计俄罗斯为代价。同样俄罗斯也表明呢，他跟朝鲜的这样一些最高领导人一些接触磋商，也不是说以牺牲中国这个安全关切和现实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双方呢是定期的、及时的通报这样一些磋商，体现了高水平的战略互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则认为，王毅4天的访俄行程是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未来几周内对北京进行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做准备。Basically, the readout from the Chinese side, and Wang Yi in his meetings with not only his counterpart Sergei Lavrov, but other officials within the Kremlin in Moscow, essentially that Beijing and Moscow are going to increase their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ng Yi's trip comes as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s gathering in New York, a meeting that Wang Yi in the past have attended. This year, Wang Yi is in Moscow, so a lot of backroom preparations for Putin to go to Beijing.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独家报道称，在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期间，帕特鲁舍夫曾表示，俄方期待总统普京10月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与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实质性双边会谈。俄罗斯消息报指，帕特鲁舍夫是普京的亲密盟友，他的表态是俄方对普京是否以及何时访华的最直接回应。在20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Russia has said that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ill meet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talks in Beijing in October. When will President Putin be visiting Beijing for the talks, and will he also be attending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Thank you. 中俄两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战略沟通。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普京上次踏上外国土地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访问了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而普京上一次访问中国还是2022年2月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今年3月，习近平访俄并与普京见面。今年9月1号，普京曾表示，他预计很快会再见到中国元首，但他当时没有明确表示会否再次访问中国。观察认为，2017年和2019年，中国举办的前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普京均作为贵宾到场出席，足以体现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视。近年来，中俄双方持续推进“一带一路”，结出累累硕果，在能源、核能、航空、航天、基建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稳步推进。黑河布拉格维申斯克公路桥实现通车，俄罗斯首座跨境铁路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铺轨贯通。今年3月，中企参与建设的莫斯科地铁大环线正式开通。俄卫星通讯社当时的报道指，这是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首次在地铁施工中引进外国企业。这条全球最长的环城地铁线项目，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合作的又一生动案例。俄罗斯呢，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俄罗斯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呢，反复强调把“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接，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以体现了中国这样一种高度的战略互信，体现了这样一个中俄之间愿意把各自的这个前途命运以及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设想进行共同的发展，推动欧亚大陆的共同振兴。深圳卫视注意到，普京近期在多个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俄中关系。本月12号，他在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中近年来的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I can only say that Russia and China have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in our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is applies to all areas where we interact. 普京7月在莫斯科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时提到，俄中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扩大，两国间以卢布和人民币完成的结算目前占比超过80%。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俄贸易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俄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32%，达到1551.01亿美元，有望在年底达到2000亿美元。这比中俄双方制定的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提前1年实现。其中，能源贸易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能源产品在自俄进口中的占比扩大，原油、煤炭进口量成倍增长，实现天然气规模化输气新突破，并保持快速增长势头。Russia's state-owned energy giant Gazprom, and is now finalizing the design for a new pipeline to run from Russia to China through Mongolia. The increase in Russian gas and oil exports, as well as metal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helped the Kremlin as well as China's growing economy. 中俄还不断探索和拓展合作领域，双边贸易结构正在加速优化。外媒注意到，中国对俄出口已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加制造双轮驱动转变。China is increasing sales of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passenger vehicles in Russia. 4 of the 10 best-selling car brands in Russia are Chinese, and Chinese smartphones now account for 75% of the Russian market. 俄罗斯前任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近日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表示，由于俄商界对发展与中国伙伴关系的需求急剧增加，卸任后他在俄高等经济大学开设了一个特别的硕士课程，与中国做生意。杰尼索夫表示，目前形势给了中国进入俄市场的更多机会，也给了俄企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